原著中最令人心痛和揪心的情节大多集在第2季，刀死人不偿命的名场面，哪一个情节将成为大家心中难以释怀的意难平呢？一，房风被抢婚。在《长相思》第2季的开篇，房风被因爱生恨，抢婚小妖的情节无疑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。这一场戏既表现了相柳对小妖深深的爱意，也揭示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。虽然最终房风被因救小妖而死，但他的行动却成为了本季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让小妖重新审视了自己对涂山璟的感情。二，清水镇物是人非。清水镇的景象在小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当他再次回到这里时，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再停留。桑田尔年迈，孩子们长大，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已经改变。在这个悲伤的转折点，小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和人生。三，苍玄黑化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苍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逐渐变得阴险狡诈。他利用小妖的身世秘密来打击敌人，同时也将自己的亲妹妹推向了绝路。这个转变让观众看到了苍玄的冷酷和自私，也使得小妖与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。四，涂山璟失踪。涂山璟的消失成为了小妖人生中的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在即将与心爱之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失踪，让小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无助之中。这一件事让小妖重新认识了爱情的意义，也让他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五，风龙被杀。风龙的死让观众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悲痛，他为了保护苍玄而不幸遇难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悲伤。这个情节也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伟大，让人们更加珍惜和平的生活。六，妖柳决裂。小妖和相柳的关系在第2季中逐渐走向了决裂。在相柳的暗示下，小妖开始怀疑涂山璟的失踪与苍玄有关。两人在凤凰林的决裂对峙中展现了一场激烈刺激的戏份。这场戏不仅揭示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也为后续的故事情节埋下了伏笔。七，苍玄表白。在凤凰林的决战之前，苍玄向小妖表白的一幕成为了本季中的一个高潮。他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小妖的感情，希望能够与他长相厮守。然而小妖却无法原谅他之前的所作所为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张。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，小妖最终选择了自杀。他无法原谅自己对于涂山璟和风龙的背叛，同时也对于无法与他们在一起感到深深的痛苦。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也让观众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悲伤。九，相柳解蛊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相柳选择了为小妖解除情人蛊，他用自己的生命力量解除了蛊毒，同时也斩断了星星镜中与小妖的一切记忆。这个举动展现了相柳对于小妖深深的爱意和对于命运的无奈接受。十，相柳战死。相柳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情节成为了本季中的一个催泪瞬间。他曾经说过，一个将士最好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，而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而这个悲伤的结局也让观众对于相柳的形象更加深刻和感动。也许在观看了《长相思》第2部的这些刀人名场面之后，许多观众都会被相柳的伟大爱情所感动，同时也因苍玄的疯狂和腹黑而愤怒。然而这就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注定的命运，他们或许自私阴暗，或许温暖纯良，亦或者冷酷狠毒，但在命运的大手掌控下，他们只能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，去完成他们的使命。长相思里，最后小妖和涂山璟走到了一起，他们终于大婚。当天目光所及之处是遍野的红光，是一片喜庆，是朋友们源源不断的祝福声。小妖也找到了那个可以陪伴自己一生的人，但为何在酒桌上他却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倒酒，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，给人一种好像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并非是他所求的，甚至于当天晚上他并未和涂山璟圆房。这些细节的背后究竟透露着什么呢？让小编我来简单分析一下。一，小妖对相柳深深的不舍，爱而不得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在小妖的前半生，无人可依，浮萍漂泊，生活在快乐的时光屈指可数，但这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，80%以上是相柳给的。相柳可以说是小妖少女怀春时的白月光，是她的朱砂痣，是她刻在血肉里无法割舍的一部分。
他和相柳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更何况在结婚前，小夭为了自己哥哥的性命，不得已将剑对准了相柳，甚至于和相柳走到了一刀两断的地步。小夭作为女性，肯定有自己的小脾气，因此她对相柳恶语相向，专门挑那种带刺的话不断的输出。但她明白现在的自己对相柳是深深的愧疚，更别提当她知道涂山璟的死是被自己兄长所害，心里的煎熬，于是自杀了。后面被救活之后，她心里始终认为是王母救了自己。她去感谢王母时，得知自己体内的蛊虫被解了。小夭的表情貌似并不是开心的，为什么呢？小夭体内的蛊虫可以让她感受到相柳所喜所忧，尽管他们俩不能时时刻刻见面，但是有蛊虫在，就好像相柳一直在他的身边。这个蛊虫是他与相柳之间紧密联系的象征，蛊虫没了，意味着他们之间最后一点点联系也被掐断，他们之间好像要走得越来越远了。那种喜欢的人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感觉，真的让人窒息。何况还有一次碧君透露出涂山璟也是被相柳耗尽心血救活的，那一刻小夭对相柳的情感达到了顶峰。相柳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爱屋及乌，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可以有人所依有人所靠，耗尽自己的性命，把自己的情敌救活。如果有一个这样处处为你考虑，有钱有样貌，能力还强，懂你所想的人一直在你身边，你也很难把他给割舍掉吧。2. 小夭对原生家庭的放不下，对幼时快乐时光的无法割舍。女子一旦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，那么回娘家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，见到至亲之人的时间也只会越来越少。在原著中，大婚前有很多的片段回忆小夭的童年是快乐的，是能够治愈小夭长大所有不幸的良药。对奶奶对母亲，小夭难以忘记，她们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女人。其次是对苍玄的无法割舍，他们2个一起长大，有着共同的回忆。小时候苍玄是那个一直保护小夭的哥哥，长大后苍玄是奔走于大荒内苦苦找寻自己的哥哥。虽然苍玄伤害了涂山璟，甚至于伤害了小夭自己，但是那种刻在血液里的亲情永远也割舍不了。